说起长镜头，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电影呢？是这个吗？这个吗？还是这个？亦或是这个？当我们真正开始考虑拍一部电影或者一部短片时，很多导演，尤其是新导演，一定会想过有没有可能用长镜头的形式来拍。这不仅仅是因为电影史上的很多优秀的电影导演给了我们优秀的示范，也更因为长镜头本身拍摄的难度太高，激发了人的好胜心。当你近乎完美的拍摄了一个长镜头时，我想你一定很自豪，甚至舍不得剪掉一点点。那么长镜头是不是一定更花钱、更耗时？我觉得不尽然。今天我们来看一个低成本的长镜头，而之所以能做到低成本，那是因为导演对视听语言、对场面调度的掌控度非常高。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这里我会坚持分享一些导演思维，真正从导演角度考虑一场戏、一部电影如何拍。可以点击打开中文字幕或者英文字幕。这是2009年中国大陆的一部电影《透析》，剧情是讲主角是一位法官老田，他的独生女儿死于车祸，并且肇事车辆是偷来的车。老田在一起偷车案中，按照当时的中国刑法判处罪犯死刑，但是这个罪犯他不想死，他想捐器官来换取减刑。巧合的是，他的血型恰好跟一位富商配上了。这位富商多年受困于尿毒症，需要移植一个健康的肾来续命。一审之后，罪犯提出上诉，二审还是维持了死刑。富商就派了一个律师，用欺骗的手段换了这个罪犯捐献肾脏的同意书。到了当年的10月1日之后，罪犯要执行死刑了。法官老田和法院副院长一起到了刑场。老田，我们的长镜头就从这里开始。男主角下车，镜头是跟着摇的，他有点着急。院长，我可能犯了个大错误，什么事？他上来就直接跟副院长说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注意，这时候后景的地方是在忙碌的。在前面的车上的镜头，我们能看到画右这里已经站满了士兵，这可能就是真实刑场的布置，这个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这个镜头里，导演是把一些元素融合进了一个景框里，通过人物的走位实现镜头内外的变化，完成叙事。也就是说，换另外一个普通导演来拍，这里2个法官对话，他有可能就拍成了2个单人镜头或者双人镜头的正反打，以河边为背景，后景空荡荡的这种感觉，这个我们应该见得太多了。但是在这里，导演把这个景框安排的满满当当，层次非常丰富，包括这里医生也在现场，他们也与这场戏息息相关。这里我们岔开讲一下导演如何选择机位。我们的摄影机拍摄的是2维的画面，2维就只有 X 轴和 Y 轴，长度和高度。但是绘画中我们有透视法，1点透视、2点透视、3点透视，还有中国的所谓3点透视。透视是为了在2维平面上创造3维空间的深度和真实感，当然电影也不例外。所以电影在拍摄的时候，每一个画面都会尽量在长度和宽度以外去找纵深，其实也就是深度 Z 轴。这就是为什么在后景处、前景处都会安排内容，这只是如何找到合适机位的一个小的原则。当然在这里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我们依然能看到在某些场景、某些镜头里，导演故意的去追求画面的平面化，但大多数时候其实是纵深非常重要，纵深处有时无声却有惊雷。所以这就解释了在这里除了画面在横向上会有人物的运动出画入画，在纵向上导演也安排了很多的元素。这里的表演留了气口，这是一个不错的细节，也正是因为囚车在这个地方，他能很方便的转头看一眼。囚车如果在画左，他就没法转头了。
这样的细节也都是在综合这个场面调度之后，可能是导演，也可能是演员生发出来的。怎么了？没事。这时候画左有一个新的人物入画，打破了这个氛围，一下就延长了期待，没人知道主角现在要讲什么。注意，这里新入画的这个人制服明显与主角不一样，这是一个公安方面的人。他问怎么了，副院长很懂事，应付了一句，然后拉着主角换个位置。为什么要换位置？因为法院的事儿不想让你公安知道。主角说自己犯错了，怎么能在外人面前展现自己的错误，是吧？而这也正好让机位有了稍微调整的机会，形成新的位置、新的构图。镜头向左稍微摇一下，两个法官的景别有一点点变化，这完全是对的。在这样的镜头中，人物的站位一定是定好的，或者是至少不能差太多的，因为差太多，构图可能美感就弱了，甚至说可能主角就出画了，身体的一部分不在画面内了。所以站位基本上是要排练过的。他们俩要说的话很明显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所以景别上比之前稍微紧了一点。如果按照类型片来拍，这里应该是要给到主角特写了，因为主角接下来说的话很重要，导致死刑暂缓。而注意这里，这个公安的站位一定也是在画面里的，这场戏里他也很重要。10月1号以前，我没有把判决书送达给邱武。远处纵深处，罪犯被从车上压下来，这一个画面就交代了至少2个重大信息，而省去了过多的分镜。后景处的表演完全不含糊。我是今天上午对邱武做的判决，判决书没有送达，判决就不生效。可是10月1号以后，就开始实行新刑法了。你早干什么去了？我们知道了这个主角的错误是什么，他没有在10月1日把最终的判决书下达给罪犯。但是10月1日开始，新的刑法实施，按照新刑法来看，这个罪犯所犯之罪已经不应该判死刑了。这真的是给这个领导出了一个难题。省高院的执行命令什么时候到的？9月29号。那应该没问题。程序是7天，咱们今天刚定5天。不是程序不程序几天的事儿。你这新刑法，他对这个盗窃犯罪，他的量刑他做了重大的调整。那邱武盗窃机动车这个案子，你要按新刑法走，它不适用于死刑。我个人认为啊，院长，你慎重考虑考虑，是不是你向上级汇报一下，咱们再做决定。邱武这案子，上级法院是10月1号以前做出的判决，不适用新刑法了。罪犯已经被押到指定的位置，在这里人物的位置基本定了，不走动了。我们来看这个场面调度，在最接近镜头的这个平面上是2位法官，是他们判处罪犯死刑。再稍微远一点，这是公安部门，这个明显职级上会高一点。这种执行死刑的事儿，领导们就是远远看看就得了，到场就可以了，是吧？干活的都是职级比较低的。再远一点是这2个人，他们肯定比最前面的这几个公安的职级再高一点。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执行死刑到底应该多少人到场，人物站位怎么站，我们就按照导演的意图来分析。当我们用这种几乎不动的机位来拍摄一个长镜头时，机位的选择就极其重要，因为观众需要长时间在一个角度去看这个场景，那这个角度一定是要足够耐看的。前面我们说了，导演和摄影们都要注意纵深，在 Z 轴上找层次。这里我想提出自己的一个理解，或许能更直观的让你清楚如何选择机位。我们在 Photoshop 中有图层的概念，不同的图层累加在一起，最后成为一张图。反过来，我们把图层一个个拆开，就能看懂这个镜头。我们再看这个镜头，最接近镜头的2个法官形成了一个平面，再远一点，这个公安他自己形成了一个平面，再远一点，这2个公安形成了一个平面，后面一组人可以理解为一个平面，这也就是说4个平面可以理解为4个图层。简单的说，在选择机位的时候，我们让图层更多，让纵深更丰富。当然过犹不及，也不能把整个纵深全都布置得满满当当，这也可能就失衡了。那当这4个图层形成了之后，如何去排布图层的前后关系，以及人物在图层本身的位置关系，这又变成了另一个课题。这个课题与摄影有关，也与美术功底有关，也与戏剧逻辑本身相关。
前面我们说了，将要被执行死刑的罪犯，他在这4个层面里是最无足轻重的，他的支配力量是最弱的，他就在画面最远处。这是一个画面上的元素所占画面重量的区分，按照透视关系，近大远小，越小在画面中越不重要，相对来说它对这场戏的支配力量就比较小。通常来说是这个规则，但是也有个别的特殊情况是反着来的。那按照力量大小来分，第3层2个公安，第2层高级别的1个公安，最后一层是主角所在位置，他们俩是判决罪犯生死的，是这场戏中最高的支配力量。这样我们就解决了4个图层的前后位置。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单个图层里的人物在这个图层里占据什么位置呢？比如第2层的这个警察，他是不是可以站在左边？第3层第4层的人物的位置在他的这个平面可以变吗？我们来试着分析一下。第1层2个法官，他们俩是直接对话的，他们没什么仇，他们应该可以面对面的。他们俩此时在画面中占据的位置基本上是平分，力量相等。当具有支配力量的2个法官位置定了之后，我们来看第2层的公安，那么他要在画面中出现，他现在只有3个位置可以选，左中右。那么如果不结合第3层第4层来看，他在画面的左边也可以，但是这就必须让他在前面从画右入画，才能保证他是横穿画面。但是这也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2个法官是动过位置的，从右边往左边走了一点。如果公安是从画右入画，那这2个法官为了避嫌，是不是应该往画右动一动，这样机位就要跟着往右摇，所以这是牵扯了全部的调度都要改变。那我们假设先不管，就把这个公安放在画面左侧，那跟着看第3个图层，这2个公安要在左边还是在右边？这2个公安来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是要看着罪犯被执行死刑，但他们站位应该是要面对着罪犯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在画面左侧，第4个图层里的罪犯也应该在画面左侧，也就是说应该面向左侧跪下。那这就形成了这个问题，罪犯跟这个主角法官视线形成了对象，而这其实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个法官在这场戏里是与这个罪犯力量是往一处使的。这个罪犯首先他自己肯定是不想死的，而这个法官也是在刑场临时就要停了行刑，这个法官在这里救了他的命，当然这是按照程序正义的这个原则来的，没有其他任何的利益问题。所以就这一点来看，他们俩虽然在不同的图层，而且在画面上相隔很远，但是力是往一处使的，反映在场面调度上，视线同向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罪犯是定下来视线就是跟这个法官相同，都是向右看，那第3层这2个公安就只能是站在画面右侧，因为他们要看着罪犯。如果是站在左侧，明显是舍近求远，这不符合常识。那第2层上高级别的公安能在画面左侧吗？是不能的。我们往下接着看就明白了。现在咱们没有接到上级停止执行这个通知，咱们还是应该执行是对的。我个人认为，院长你还是慎重考虑考虑。报院长同志，一切准备完毕，是否执行请示？这时候远处公安小跑过来报告一切准备完成。当他过来之后，这个高级别的公安也转身过来了。这时候我们明白了，这个副院长觉得刑场叫停是个大事儿，他希望继续执行死刑，现在还是要说到这个画面的重量。右侧是重于左侧的，也就是主角这边的力量是比较轻的，因为他在做的事儿不是常规的事儿。而右边有3个人物，画面上的重量比左边高，他们要做的就是按照规定执行，不中途改主意。所以第2层这个高级别的公安能在右边吗？是不能的，因为他不是主角这边的，他也是按照规则走的。这场戏里不希望这个罪犯死的，除了罪犯自己，就是这个主角法官了。至此，这4个图层我们已经全讲清楚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场面调度，4个图层基本上是精密思考安排过的。如果有任何的调整，其实都是要带着4个图层全部调整，才能达到同时满足戏剧逻辑和画面逻辑，还要遵循构图的美感。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公安他在画面的边缘，他的一半身子是在画面外的，这是画面的开放性，增加了电影的真实可信，就是会让观众直观的感受到这个画面在景框之外也是有内容的，因为人不可能是半个身子嘛。如果按照构图的美感来看是不应该这样的，但是这是电影，
而且这是一个有电影空间意识的电影，这完全是对的。比如画外传来了某个人的声音，但是镜头并没有跟着声音切过去，画内的主角跟画外的人对话，这也是提示画外空间存在的一种方法。刑场叫停可不是小事儿，如果现在停止执行，出了问题，你担不起责任，咱们都担不起这个责任，你知道吗？我不就是怕出了问题，我才跟你商量商量吗？我是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你按照新刑法走，邱武这个案子它不构成死刑，咱们现在执行的那不就是一个废止了的一个旧刑法吗？咱们是按照这个旧刑法在执行，没有按照这个新刑法在执行。你这个执行命令上规定了10月1号以前必须执行了吗？没有啊，还是的。这有什么问题啊？现在都到这时候了，你现在还跟我商量这事儿，大伙儿都在这等着了，你这，咱们怎么办？出了问题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我个人认为，还是慎重。你是不是向上级再汇报一下？这是个特殊的情况，咱们再做决定。注意，这时候人物站位，两人已经开始争论起来了。这时候这个副院长也不顾及面子了，虽然有2个公安在场，但也跟主角大叫起来了。而且你看，这个人物已经不朝向主角了，为什么呢？他不想听、不爱听、不同意主角说的话。当我们拍一个人，我们正面拍和侧面拍和背面拍意义是不同的。完全的正面角度是代表着人物对观众几乎毫无保留，完全的背面拍，这个人物的神秘感就出来了。一个人物面对一个人物和背对一个人物，意义也是完全不同的。早1分钟你都不说这事儿，到了刑场你才说，现在没什么可商量了，现在都就按原来的办吧。那你办吧，你执行吧，该说的我都说了。这时候变化出现了，2个法官谈不拢了，这个副院长已经脱离这个谈判的图层了，他往前走一步了，然后这个主角也变化了，两人形成了背对关系。这时候是因为2个人已经不是一个立场了。执行，是。又一个变化，主角向左出画了。为什么？主角在力量对比中输了，他已经在这个画面中不具备主导作用了。这时候占主导的是画面右侧1/3处的这个副院长，因为他下达了按原计划执行死刑的命令。但主角还是焦躁地在画面中滑了一圈，然后停在的左侧边缘，他只留了一条胳膊，比画面右侧这个公安所占的比例还要小。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占主导力量了，但是他还是跟画面相关的，不可能完全出画。那他这个比例小还带来一个好处，就是下面这个动作非常的有力量。下走，不动。停！怎么回事，老田？老田，停！喊停是你喊的吧？知道他干什么了吗你？怎么说也是条人命啊！他突然出来制止行刑，非常的突然，因为在画面中他已经处于完全的边缘地带，观众以为他在这场戏里输到底了，结果他突然跳出来制止。这一下，第一图层和第二图层完全变了，形成一个新的构图。主角虽然是走到了远处，但是他占据了画面中心，此时他的力量比较强，而为了构图上的重量及美感，导演将副院长安排到了画面左侧的1/3处，高级别的公安也动了，他在画面右侧的1/3处。我们来设想一下，这场戏到这里，可能剧本上会这样写：法官老田突然上前紧急叫停行刑，副院长也赶紧上前查看，大骂：喊停是你喊的吗？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法官老田回了一句：怎么说也是条人命啊。公安也在一旁关注，大家面面相觑，可能剧本上会这样写。那现在我们作为导演，我们要想拿到这一段剧本，我们怎么调度？首先，主角的叫停动作不能是静态的，他一定要上前一步。他上前一步走到哪里，他肯定要往罪犯所在的地方走，因为他要大喊出来，不然可能前面负责开枪的公安不一定听得到。那他走到哪？他要走到画面中心，他要占主导位置。那副院长要不要动？当然要动，因为他前面就已经在跟老田争论要不要执行死刑，是他下的令按计划执行死刑。那他必定是这个场景里除了罪犯和老田以外最关心是否能行刑顺利的人。
那这个高级别的公安是否需要动？他也是需要动的，因为前面他入画的时候就在问法官发生什么事儿了，他也是对这个现场有关心的。那他怎么动？肯定也是往前走一步，具体走到哪儿，他不用像两位法官那样走得那么远。那再从构图的角度上来说，放在这里形成3人各占1/3的构图，这是完全合理的，符合构图的美感。怎么说也是条人命啊！注意这里主角的台词声音很远，这也是这个电影写实的一个地方。按照真实情况来看，我们观众处于这个位置，我们应该听到的就是这样有距离感有空间感的声音。而放到一些普通的商业电影里，这个主角的台词也会被处理得非常清晰非常饱满。怎么了？副院长回到了主导的位置，此时他离镜头更近了。公安还不太清楚情况，问了一句怎么了。副院长掏出手机出话，他去请示上级了。这时候镜头到了这个空间的另外一端，图层4变成了图层1，我们离罪犯更近了。这是一个非常耐看的摄影构图，各个元素的排列配比很符合美感要求。长时间的我们跟现场的人一起等待，导演在这里没有让时间流逝的那么快，因为没有人知道接下来罪犯的命运到底会怎么样，我们一起等待结果的到来。暂停执行，将罪犯押回看守所。是。同样，一个很远的声音传来，暂停执行。你就站在这个位置，我们跟罪犯听到的声音音量几乎是一样大的。罪犯的身体起伏很大，在几分钟内经历了生死。镜头给到了主角，主角有点呆滞。当然，他在这一整部戏里表演都不是那种情绪起伏很大的风格。罪犯被压着在前景处经过，非常好，他救了罪犯一命，而他接下来的命运怎样也未知。注意这里的后景处是几个穿卫生衣的人，其中一个人掏出手机往旁边打电话去了。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后景处虽无声却有惊雷，他们是来摘罪犯的肾的，这下摘不到了，给老板打电话汇报去，这又节省了一个单独的分镜。所以整场戏一共3个镜头，2个大全景1个中景，就解决了一场高潮戏，一场涉及30-40人的调度的戏。这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场面调度，完全显示了导演的能力。这部电影从美术布置上，从灯光配置上，都能明显感觉到是一部极低成本的电影。大多数场次所有的演员加起来不超过5-6个人。行刑这场戏对于这部电影来说是一场最复杂的戏，因为需要调度的演员加起来至少有30人，而导演用一种极为巧妙的方式，也就是固定长镜头，出色地完成了这场戏。如果按照商业片逻辑来拍这场戏，我们至少需要照顾到主角的对话，还要照顾到死刑犯的感受，给观众感受人类面对死亡的恐惧，是不是还得照顾到这几个公安，一会儿说执行，一会儿说不执行的，肯定也要对法院的人嘲讽一番。或许有的导演还会安排一些围观群众在旁边，等等等等。想想那可能至少需要20-30个镜头。在电影成本低的情况下，大戏完全考验导演的取舍能力。你能照顾到的东西多，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在没钱的情况下，一定不是好事。这时候你必须要知道这场戏最重要的是什么。那这场戏最重要的是这个对话，是把死刑临时叫停的这个动作。那要省钱，就把最重要的东西想办法拍好，其他的东西就融合在这个对话里，通过演员的走位、镜头的调度，把最重要的东西实现好就可以了。我们总结一下，从这场戏我们可以学到什么？第一，下次当我们拍摄要调度很复杂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简化，把这场戏的核心矛盾拍出来。第二，如何找到最恰当的机位来布置一个固定的长镜头。第三，如何用图层的概念去找到适合的机位。第四，永远关注镜头里的纵深处。怎样才算一个好的长镜头？或者说一个好的长镜头应该具备什么元素？是变化。
构图上的变化。注意，构图的变化不一定要移动摄影机，可以通过调度人物走位也可以实现，而且更高级。还有戏的变化，人物心理的变化。如果没有变化，戏就没有推进感，长镜头就显得冗长。我们在《透析》这部电影里看到的是极致的省钱的前提下，导演依然实现了巧妙的变化，出色的完成了这场大戏。关于长镜头的其他方面，我之后会继续分享。好的，这期我们就到这里，下次见。